今天我们来吃了一个面啊，很好吃啊，有鳝丝，然后咸菜，这个是什么肉啊？这啥？腊肉。腊肉。这个葱油拌面加馄饨。我们3个人啊，猜猜看多少钱啊？才500多块钱，好便宜啊！啊，这个面店很有特色啊。这个面店。重新做成了老房子的样子啊，价格呢是不便宜的，味道呢是正宗的上海味道，那我们吃的那个鳝丝299，走。这个感觉进入了国外的小店啊，这个叫益贵河啊，益贵河一个老的面馆，现在这个面啊也吃不起啊。益贵河啊，我跟我朋友一起来吃的，就是那个快倒闭了的工厂老板。我从那个上海啊，今天终于离开上海，到那个深圳来了。不是要到深圳，是要到香港。我们因为那个到香港那个机票不合算，然后呢，从香港我的家从香港到那个机场到那个家里面，跟那个深圳到家里面的时间是一样的，两边都是1个小时，所以我就是乘深圳的航班。在这里特别要表扬一下东航啊，东航的那个吃的东西啊、座位啊都是舒服很多，都是基本上是国际标准的啊，价格也不贵。上海飞深圳500多块钱，挺便宜的，让人家感觉啊很舒服，所以比这个春秋是合算多了。如果可以做的话，我情愿做东航，吃的东西也好吃啊。我今天就回香港了啊。带了很多吃的，按照我家里面我妈的要求，带了很多吃的。这位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去干什么呢？去玩呀！不是去玩吗？我们是去玩，是去去吃饭加玩吗？好像跟美领馆没有关系，是吧？美领馆是你的事儿。我要去美领馆重新办一个签证，因为上一次护照被偷了，是吧？护照被偷了，所以现在重新办签证。今天去美领馆，主要是帮我补那个护照，不是掉了吗？在西班牙护照掉了，现在补那个，把那个美国签证，他要重新去补一下。重新去补呢，也必须要面签。哎呦，这次我看到这个美领馆人多了，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国来的，对吧？都是中国护照啊，拒签率就是你看啊，拿着黑色的那个香港护照的那个大部分的我们都能够过那个签证嘛，但是拿着那个中国护照的拒签率真的是高的不得了。有一个人竟然想得出来的，他说他要到那个叫什么来着啊？他要到美国去卖电子烟而且他不会讲英文的不会讲英文的。他说他要到美国去卖电子烟，然后人家说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有没有含这个 CBD 啊？有没有含大麻的那个提炼物的？说不出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结果被拒签。说这个有意思啊，还有2个人都是说卖烟的，还有一个人是做工程师的还有一个人做工程师的我也看到了那个做工程师的是怎么样的不好意思English not good English 不会说的。然后呢然后人家说你是去干什么的？我去那边做工程师的不会讲英文你怎么做工程师啊？拒签我看了好几个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说
你签证前面你准备肯定要做足，你这个都是在瞎说，你就肯定被拒签的嘛啊！巴卡拉呢，这个就是巴卡拉的水晶，看这个花瓶呢，这个花瓶你爸爸卖过的呢，这个花瓶呢，很漂亮啊，所以呢，啊，法国的啊，顶级的这个最漂亮的水晶，这个杯子我有过的呢，这个杯子也很漂亮的，看到没有？是水晶做的，水晶做的，感觉是玻璃做的。啊，这个东西啊，水晶做的东西你不能泡茶的啊，一泡热的就爆了。啊，我上一次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巴卡拉杯子啊，然后有一个人说啊，我买了，买回去以后，第一天回去拿一个茶叶放进去，茶一泡，叭一下就爆掉了。啊，他说你这个杯子质量不好。我说怎么质量不好了？他说你看我茶一泡就爆了。我说这个是拿来喝酒的好吧，喝 whisky 的好吧，你当然是拿茶一泡嘛，啊，这么脆的这个水晶，然后碰到那么热的水一碰嘛，叭一下就爆掉了，那真的是怪不了别人啊！我们现在在香港的中环啊，珠宝好喜欢不啦？这个珠宝很贵的吧？这个珠宝有买，这个祖母绿的这么大一个啊，还在赚的，我估计大概40-50万，大概是要的。哇，这个红宝石是闪闪发光，我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中间啊，这一颗钻石你知道有多少贵吧？最中间那颗啊，至少有2克拉啊，水滴形钻石。那么这一套东西没有个100万，我估计拿不下来的。谁会用100万去买这种东西？不用在这种珠宝上面。我也不用这上面，但是看看是可以的。我索性给你带个话筒讲话算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买了个新话筒啊，这个话筒看上去是很灵光的。别到时候敲坏了哦。敲坏了，你爸爸有钱。你爸爸有钱。哦，有了。你不是还有钱在我这里吗？我想起来了，敲坏了不就算你头上不就行了吗？那我干嘛要？那我干嘛要平白无故？因为我是你爸爸嘛，我说了算啊，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在中环啊，我们来找点吃的。我儿子就是馋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珍妮曲奇聪明小熊啊，这一家店是它的那个曲奇饼干是特别好吃的，不过这个排队啊，告诉你要排1个小时，太可怕了。看见没有？这里的这个珍妮曲奇小熊那个饼干，小熊饼干专门店，真正的这个叫牌子。我本来想来买那么1-2罐的，我朋友送我1罐，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想自己也来买，因为我妈叫我就买一点拿来送人，你知道吗？好了，现在一来我看着直接吓死了，直接这条路排到底，还没有排完，所以说人家这个饼干啊，真的是做到发财啊，发大财啊，而且，对吧？我儿子一看太长队了，不买了。打死也不买了，太长了。上一次我的朋友说他来买，价格倒还好，来买一下排队40分钟啊！你看这两个人买了多少罐？哇，买了无数罐这个饼干。这家人真的是有名的，在永和路啊，永和路上面，这是小路，中环那条小路上面，这个是他们带到大陆去那个代购的，他们是做代购的，所以他们来排队可以。我们实在受不了，本地人实在受不了，而且我自己也会做曲奇。去年吧，我们去日本还给你拍过的，对吧？原先是一个大好小青年，现在是一个小肥猪了已经。你之前也说我是小肥猪好吗？原来是一只瘦型小肥猪，现在是一个胖型小肥猪。看这个脸，那为什么会有肥呢？瘦型就不叫小肥猪了呀。瘦肉型肥猪。啊，你好肥。有油，里面也还有点瘦肉，现在是完全没有瘦肉的感觉了。我们现在到荃湾来吃好吃的了。啊，什么好吃的呢？鳗鱼饭，对吧？我们要去吃一家这个日本的鳗鱼饭啊。价格嘛不算很贵，一份饭大概100多块钱。我们2个虽然不饿呢，但是有人很馋，很想吃，所以我只能带他来吃了。这个人今天不想回家呢，是因为等一下回去有作文要做，是吧？好久都没有出来大吃大喝大玩了。
人家不要关门了，这个东东屋啊，吃喝玩乐组啊，我们两个都是吃喝玩乐，快乐双人组。什么？没钱就不快乐了。没钱就不快乐了。哎，没事。你得有钱。你爸爸有钱，有钱特别有钱，我吃一碗丢一碗，啊？不就是有钱的表现吗？是吧？为啥？因为太有钱了嘛。为啥就不能给我吃呢？你也吃一碗丢一碗啊？为什么？因为太有钱了。为什么？太有钱了就是要浪费不啦？没有钱就要节约嘛，太有钱就要浪费一点了。但这个地方在哪里啊？我都忘记了，该不会关门了吧？我怎么找不到了这个东东屋？哎呀，我们没有吃到那个鳗鱼饭，现在只能来吃寿司了啊！旋转寿司这里生意特别特别好，但是鳗鱼饭这家人家可能已经关门了。我还有牛奶味冰淇淋雪糕，对吧？味道不错的人家啊，我现在在点，小孩在点，吃完了，味道还不错。这个寿司店啊是人满为患啊，全部都是满，生意确实是挺不错的。各位同学啊，这个，终于美国护照我办好了啊，美国签证办好了。这个美国签证可真贵啊，美国签证办一下都是1000多块钱吧，1400多港币吧。掉了护照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搞的事情，非常麻烦。然后你也没有办法，问题是你也没有办法，你必须得要重办，不然的话你就以后去不了美国了。美国还没去过就已经把签证掉了，真是亏得挺大的。这次去美国签证的那一天啊，我好多的中国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他们跑到这里来，到香港来签证。签证去美国，就是说，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是不太可行的啊，大部分人都是签不过的。香港人呢，在这个香港签证签美国呢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人，你又跑到香港来签证，虽然说他是可以给你签，你也说你是，比如说你也是常住在这里，但是他的这个签证的这个通过率非常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好比人家都知道你是在哪里住的，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知道你是在哪里的居民，然后为什么要跑到香港来签证？原因就是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啊，这个签证啊特别的难搞，然后时间拖得特别的久，所以呢，你必须跑到香港来签。那其实你是住在中国大陆的。然后呢，你就跑到香港来签，你认为他们会？所以可见你就是说，你这个人的移民倾向有多重，你有多想去美国，多需要这个签证，间接啊造成他们根本就不想签给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移民倾向太严重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签证就变得很难签。凡是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护照啊，他们基本上是不过的。而且呢，中国这边的人呢，我不是说有什么歧视啊，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实在是太本事了，跟他说什么，我在那个签证官那边听他说啊，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了。人家签证官问他，你去美国干什么？他说我去美国卖电子烟。人家说你这个电子烟好，那就当你是去卖电子烟，那你这个电子烟是怎么个卖法？你这个电子烟里面成分是什么？有没有含有这个 CBD， 就是含有大麻成分？他傻了，什么是 CBD 他也不知道。然后呢，中间还隔了个翻译，然后呢，这个中间这个翻译呢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是 CBD， 反而是签证官呢，就是说他对这一类东西还是很熟悉的。那么人家一问啊，他完全答不上来，然后就失败了，人家直接啪一个图章拒签，对吧？这个一问就是感觉到你就是说什么准备都没有，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做什么生意，对吧？这个应该对这些事情就是应该很熟悉的啊。你连电子烟是什么，电子烟里面就是那些油的成分啊，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的，对吧？有一些什么成分，对吧？
有一些电子烟它是有尼古丁的，有一些是没有尼古丁的，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对吧？那么还有再加上你这个英文极差，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人家怎么可能给你签证？然后叭一下子，人家问都不用问的，图章一敲，然后就拒签啊。还有一个人，我看也是够本事的啊，真的本事。他们这个签证啊，中国大陆来的人啊，很多都没有做准备，然后呢运气也不好，碰到了一个就是大胡子老外，就是签证官啊。我也是那个大胡子老外签的啊。人家说你好，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第一句话是：哎，对不起。My English not good， 我不会讲英文的，有没有翻译呀？人家首先就对你印象不好，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对吧？那么就是其实这个大胡子我看得出来，他就已经不是很满意了，你知道吗？他就已经不是很爽了，然后叫半天那个翻译也运气不好，那个翻译忙得要死，对吧？因为都是中国来的，香港这边的呢，就是说。拿香港人啊，就英文还比较好的，就不需要翻译一些简单问题，也不能说特别好吧，但简单问题基本上能答吧。香港这边呢，基本上他没有都叫翻译啊什么的，就基本上你到哪里去干什么事情，交代的清清楚楚，人家就一般都会给签证的。然后呢，中国来的呢，他英文确实不好，他可能哪个农村里面来的你也说不准啊，就是赶紧就是想出国了。啊，想尽一切办法出国，然后翻译叫来，翻译都听不懂，因为翻译呢是站在旁边的，签证官呢站在你面前，翻译站在旁边。有时候你讲话讲得小声，有这些人们又很害怕你讲话讲得很小声，就跟翻译讲话嘛，翻译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对方嘛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你不会讲英文嘛，啊。这样就造成了你讲给翻译听，翻译首先就没听清楚，因为还隔着一个大的玻璃窗嘛。然后呢，翻译呢再去给这个老外翻译，老外们也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个意思。好了，老外不耐烦了，时间一长啊，我看一个人老外不耐烦了，因为这个人变成他做签证官了，他问这个翻译问了很多问题，然后老外问的问题他都不回答，那就是。美国人问的问题他不回答，他坐在那里大概弄了5分钟，不耐烦了，啪一个拒签啊！这些都是自己作出来的，我跟你说啊，这个真的是自己作出来的。到那边他们都很紧张嘛，啊，很紧张，然后呢就开始语无伦次，就开始乱说了。到那边开始抖了，你知道吗？本来啊，你说中文，他本来就是讲普通话都已经，我都觉得他们都讲的不是很标准的，然后你一碰到。美国人了，好了，人家那个老外大胡子一对着你，这个气势是有的呀，对吧？然后你就心慌了，心一慌嘛，拒签。啊，我跟你说，我在那边大概美国领事馆这个里面啊，有大概100个人里面有60个人是中国人，你想想看，有这么多的中国籍的，就是跑到香港来签证，拿着这个中国护照来签证，你一拿到那本护照。这个美国人就已经就是说不是很高兴了，就是不太想签给你了。说实话啊，除非你这个理由很好，你英文还不错，对吧？那还有点机会啊。你比如说你去留学，或者不要说是留学啊，你去办点什么事情，很快就回来了，对吧？这个事情有正当性的啊，或者你做生意，对吧？这些都有正当性的，那人家不太会不签给你，或者你是探亲。这个也不太会不签的。你去买电子烟这理由嘛，实在是太差了吧？是我看有2个中国人都是这种很奇怪的理由，老外就啪一下子就直接拒签啊！你不符合规定，有移民倾向，然后给你发张纸就可以滚蛋了。这个1400多块钱港币啊，就丢在水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算的啊，很愚蠢的一种方法。然后呢，这个美国领事馆呢是管得特别严，哪怕你有一个书包你都不能带进去，你知道吗？啊，一个书包都不能带进去，所以就造成了门口啊，有人啊有一个花店专门给你寄包的，那个寄包的时候，你寄下包啊，哪怕10分钟也好。寄个包60块钱，门口那个卖花的人发财了。我跟你说，在美领馆门口做任何事情都发财了，因为
他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带，你要找个地方寄吧，啊，你找个地方要寄好的，可以的，高价啊，给你寄起来，寄包的，寄什么的，啊，给你寄起来，我就花了60块钱，然后我就算算，我靠，这个人，这个花店不要太赚啊，花是卖不了多少啊，然后这个包啊，寄包这个收入简直就是疯掉了，我跟你说，里面有几百个包。香港的这个地方呢，确实是这2天我真的是觉得不好，因为这个股票跌的实在是让人家有点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因为15000点能守得住，都守不住了，现在14000多点了啊！所以现在还来搞什么救市，你救不了这市，我说实话。因为这个市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啊！你政府想救市，其实很难了，因为资金都抽走了。你之前就是说没有给公众一个好的一个信心，你知道吗？那么现在你在什么救市什么，你把钱冲进去也没有用。说实话啊，这个地方啊，以前我这里是尖沙咀啊，尖东这里啊，以前这个地方是前面是弥敦道，你知道吗？啊。人是很多的，现在人也变得稀稀拉拉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游客啊，因为这个地方啊，以前 K11这里游客是相当多的，啊，是很热闹的。但是呢，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萧条啊，也是大家消费降级，啊，你消费不降级，人家何必坐着一个公车，对吧？坐1个多小时坐到深圳去买菜去？那你想想看。这个以前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人家都骂你说香港的东西菜啊什么质量多好，你跑到深圳去买菜，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因为香港人啊就跟上海人一样的，他们对外地人其实是有歧视的啊，这个是有一句说一句啊，这个是实话啊，他们对外地人其实是有歧视的，他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比如说讲普通话的北方来的这种人，因为确实这个城市是发展的好的，对吧？你一些发展的不好的人，有一些人素质比较差的，他们是歧视的，啊，没办法的。所有的地方就是好的地方的人，你一些乡下人来，这都是歧视你的，就是定律了，就这么说吧，是一个定律了，啊，因为人家会觉得哦，你这个人来了没文化没知识，就是说还干了一些很多的就是。很低俗的事情，什么当街大小便什么的，在这里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嘛。对，有一些就是外地来的一些人啊，就开始厌恶了，啊，当然不是个个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也分人的。有些人，虽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他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接受了一个很好的教育，也是有素质的，啊，而且也是懂礼貌的。对吧？其实不比一些这个国际的人才来得差，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啊，很多人，特别是广东地区啊，就是以外的啊，现在很多来香港的人啊，并不是什么北上广的人，很多什么湖南啊、河南啊这种地方，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就这种地方来的啊，很多这地方来的人呢，就是说他对这个香港啊，人家就是。看到这种人啊，就是说，好一下子随地啪一口痰吐出来，对吧？你说你受得了吗？啪一口痰吐在地上，人家是看在眼里，但是没法说你知道吗？香港人啊，看在眼里，没法说你啊。我们叫做90几年的时候啊，香港基本上是人家的连普通话都听不懂的，然后就说，对吧？你看我家来了一个表叔，这个表叔基本上就是大陆人啊。我家的表叔来了，对吧？来了以后嘛，怎么样，对吧？其实就是一种嘲笑的意味很浓厚的。还有表弟，对吧？表叔、表弟，那么这些人来到了香港了以后呢，就是说，首先不会讲广东话，然后嘛，你去看那个周星驰的片子，你就知道了嘛，从什么广东什么小地方。就是跑到香港来了，然后你说这个途径啊，不要太厉害啊。周星驰有好几部片子都是演这一类的这个角色的，就是说从乡下地方来的一个穷小子，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是有歧视的，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中国大陆也是发展了30年嘛，那么大家也都去过大陆，也知道这个大陆是
是不错的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现在又不行了嘛，现在这个又消费降级了，又不行了嘛，真的是这个香港人啊，对大陆这边的人确实是不怎么待见的。听你这个普通话一讲呢，反正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想学，对吧？那么就比较头疼了啊。今天就随便聊聊啊，因为我在尖东哇，这个外面这个很多很香啊，这个饼啊，烤饼啊，在这里有一家人家看见没有？咖啡 Cam 啊，这家人家啊，在烤这个芝士饼啊，我站在这里哇，香的受不了，哎呀，给他闻一闻，就肚子都觉得饿了。